大家好，这里是 IT Commander。这期节目呢，我教大家做一个万能的红外遥控器。我们用这个 Node MCU，或者是用这个 ESP8266的那种开发版，D1 Mini 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我们用一个红外的发射头，再用一个红外的接收头。用接收头呢学习红外按键命令，然后用发射头发射出去，并且呢可以把它接入到我们的 HomeKit 里，苹果的 HomeKit 里，然后用 HomeKit 来发射这个红外的信号。我现在这儿有一个机顶盒，电视机顶盒，然后我用它做一下演示。我现在把灯关一下，因为那个如果开着灯的话，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这个红外的操作的这个状态灯。稍等啊。好，那大家看哈，我手里有一个遥控器，我呢学习了一个 OK 键。我们看这个，我按这个 OK 键的时候，这个遥控器上面有个灯会闪，然后盒子接收到命令也会闪。然后呢，大家看我这个小芯片哈，这个小芯片上面这个也会闪。如果你冲它发射的话，这个接收头旁边有个灯也会闪。然后我已经把这个 OK 键的命令呢学习到这个 Node MCU 里面了，所以我现在呢已经把它绑定到 Home Assistant 里了。然后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哈，我现在拿着这个红外接收头，我现在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一点，因为它要是平着放，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好，那我现在比如说把这个按键打开关闭，打开关闭，大家看它会有个灯在闪，打开关闭，打开关闭，看，证明机顶盒是接收到了我们的红外命令。我只是设置了一个 OK 键，然后呢，我们用网页呢也是可以控制的。我们的网页端看也是有这个两个按键，然后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我们在网页上按，这个开关，也是可以看到这个红外信号。大家看这个灯是在一闪一闪。好，那么如果我们做这个东西需要多少钱呢？首先需要一个这样的 Node MCU， 10块钱左右，然后一个红外的发射头3块钱左右，再加上一个红外接收头，大概也就是3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一套东西大概的价格不会超过20块钱。我这个红外发射头呢，买的稍微距离可能有一些远，它的功率比较小，大概半米左右就没有了。所以呢，如果我把它摆到电视柜前面一点呢，还是可以控制电视的。我建议大家如果要买的话呢，要买一个功率大一点的，至少要5毫米的头，然后最好加前面有一个放大电路，像我这样的，这个放大电路放大的还不够大，所以呢也是可以将就用的，然后也可以接入到我们的苹果家庭。好，那我现在呢就回到电脑这边，带大家操作一下如何把这个 Node MCU 变成一个万能的遥控器，万能的红外遥控器。好，第一步呢，我们先说一下连线。连线部分呢，我们看一下我的博客。我的博客呢发布了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 Home Assistant 利用 ESP Home 制作万能红外遥控器。我给这个芯片刷的固件呢是 ESP Home 的固件，然后 ESP Home 集成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里，就变成了红外的遥控器。然后呢，我的博客下面写了，就是其实原理呢很简单，就是通过红外接收头学习到遥控器的编码，然后把遥控器编码设置到 ESP Home 里，然后让它通过以开关的形式通过我们的红外发射头发射出去。
然后下面呢有一个图，也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如何把这个红外发射头的功率变大。然后我们说一下连线哈，连线部分呢比较简单，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先看这个红外的接收头，红外的接收头呢其实很简单，一个负极，一个正极，一个 S 呢就是数据，正极负极呢就不用说了，正极负极我们这么接，大家看哈，正极我们接到3伏上，这个芯片呢，这个接收头呢可以接到5伏和3伏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板子5伏只有一个，要给发射头用，所以我们接到3伏和 G 呢就是负极，3伏就是正极，然后数据呢就是 S 这条线我们接到第4上，这个第4，所以这3根线呢大家看是挨着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发射头，这个发射头这么看，它没有标的很清楚，上面呢是负极，下面是正极，中间这条数据，中间这条白色的数据我们插到D0上，然后呢正极和负极我们用5伏，然后我们大家看一下哈， Node MCU 的5伏是这个 VU 和负极 G 是负极， VU 是5伏，这个 VU 的意思就是直接从 USB 过来的供电，并没有经过任何处理，所以呢我们的发射头呢尽量的用5伏，这样的话它距离还会稍微远一些。好，接线部分给大家介绍完了哈，我们接线就是这样接。然后呢我们的网站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个 ESP-HOME 的配置的例子呢我们看一下哈，首先呢是 Web Server 这部分，还有接收头和发射头部分，然后下面是添加2个开关。其实呢很简单，我把它复制下来，粘贴到我们的 ESP-HOME 这边啊。我们把这些代码复制下来，然后呢打开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我们选择左侧的 ESP-HOME， 大家看这是刚才啊我给大家做演示配置好的这个 ESP-HOME 这个 Node MCU 的 ESP-HOME 的芯片。那么我现在把它删掉，我们重新来一遍哈，我带大家重新来一遍。首先呢我们点右边这个加号，然后给它起个名字，随便起个名字，比如说叫 test 1， 测试1。我们点下一步，然后呢型号这里边选 Node MCU， 因为我们用的开发版是 Node MCU， 然后点继续，然后就是输入你家里的 WiFi 的用户名密码。好，用户名密码输完了，我们点继续，然后我们点提交。这个时候呢大家看哈，右上角给大家一个选择，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串口来更新你的 Node MCU 这块开发版，也可以通过 OTA， 但是 OTA 的形式呢是要第一次还是需要用串口刷新的。我呢用这个树莓派 Docker 版的，发现用这个串口呢更新的时候会报错，试了很多次呢，波特率在1155200的时候会报错，所以呢我给大家介绍另一种刷新方法，我们不用 OTA 也不用这个 USB 串口，然后呢我们点右边这个3个点儿，点击编译，然后呢我们的 ESP-HOME 呢就会在这里边给大家把一个镜像文件编译出来，固件呢就是刷写到 Node MCU 里面的镜像。然后我们回到网站哈，回到网站呢大家看哈，下面这部分呢是 USB， 直接从
界面选串口收录这镜像，或者下载固件，利用 ESP Home Flasher 在 Windows 的电脑上刷新芯片，给了一个下载地址，我们转到这个下载地址，我们下载一个 Windows， 这样这边有一个 Windows 12.1.2.0 Windows X64， 如果你是64位系统的话，你就下载这个软件。我已经下载好了，然后我们看看哈，这个编译过程呢，你如果是第一次编译，你会比较慢。我呢，因为已经编译过一次了，所以比你快一点。如果你发现比较慢呢，你不要着急，慢慢的等一等。然后我这个工具呢，我给大家先打开，刚才我在下载里边已经下载完了，这个叫 ESP Home Flasher 1.2.0， 我们双击运行它。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把 Node MCU 连的这根 USB 线，这根 USB 线我们接到我们的笔记本电脑上 ，Windows 那台笔记本电脑上。好，我们把它接到笔记本电脑上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软件可以识别出一个串口来。我们点一下右边这个刷新，再点下拉菜单，这有一个 COM6， 这就是它识别出来的 Node MCU 的串口。然后我们继续等待这个编译的过程。等待的时候呢，我推荐一下我的频道，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我会把下面的编译过程给大家快进过去。好，大家看这个编译过程底下提示一个绿色的 info successful， 成功的编译了程序。然后呢，这边下载这个按钮呢就变成可以点击的状态。我们点一下这个下载，我们看这个 test1.bin 很快就下载下来了。然后我们回到这个软件，我们找到刚才我们下载的 test1这个固件，然后选择它之后呢，点击刷写 Flash ESP。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这个 Node MCU 上面有一个灯，这边有个灯会闪，刷写的过程它会一直在闪，但是现在报错了。大家看我这个屏幕上面报错了，报错没关系，我们看这块有一个重启的按键，我们摁一下重启，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重新刷写。好，大家看软件正在走这个百分比，然后呢，它显示 Flash is complete， 就证明已经结束了。其实这个刷写的过程是很快的，结束之后呢，会有一些日志显示在这个界面上。好，那我们呢就不需要理它了。我们回到我们的 Home Assistant 的网页，我们看刚才添加的这个节点就会变成绿色的这个在线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一下这个编辑，我们看里边的东西呢还没有完善，我们刚才复制的这些东西呢并没有粘贴进来，我们把刚才这些东西粘贴进来。我们把这些代码复制下来之后，在 OTA 下面把刚才粘贴的东西都贴到 OTA 下面。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保存，关闭。这个时候我点一下 Upload， 然后右上角这个位置我们会显示一个 OTA， 也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刷新完这个芯片之后呢，这个芯片连接到我们的网络上，我们就可以用网络的形式给它推送新的固件。只有第一次刷写的时候才会用这个 USB 的形式。如果你想用 USB 的形式呢，就用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电脑连接的方法，或者是直接连到你的 ESP Home 安装的主机上。我们有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刷写第一次，后面就很好办了。我们如果说要改一下红外代码啊，都是不需要重新连串口。我们增加了一些功能，所以呢，它还需要重新编译一下固件，重新编译完之后才会上传到我们的小芯片里。所以我们还是要稍等一下，这个过程呢，我还是给大家快进过去。好了，到这里呢，我们的 ESP Home 的固件就上传完成了， OTA 更新也完成了。然后我们点 Stop 退出这个界面，我们进到 Edit 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刚才我贴进来的这些内容。这个意思呢，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的芯片作为一个 Web 服务器，让它有一个网页的界面，让大家可以看。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证明一下我们的数据4第4这个针脚是用来接我们的红外接收头的。然后下面这一段呢，就是来证明第0是用来是来接我们的发射头的。然后呢，并且它的功率是50%。然后底下这个 switch 呢，就是每一个 template 是一个开关，这个是一个 template， 然后有两个 action， 一个是 turn on action， 一个是 turn off action， 也就是说一个是开机的 action， 一个是关机的 action。 然后在下面呢，这又是一个 template， 每一个 template 是一个开关，也是有两个 action， 一个是 turn on action， 就是开机的动作，还有一个关机的动作 turn off action。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给大家两个例子呢？第一个例子呢，我们用的是这个 turn on action 用的是 transmit row， 也就是说第一个例子呢，这个 code 里面是我们的红外源码，红外源码是万能的，只要你红外代码是可以被抓出来的。现在好像还没有抓不出来的红外代码，只要能抓出来，都可以抓到这个源码格式、row 格式的红外编码。你只需要把 row 格式的编码都填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每一个按键呢都需要抓一次这个代码，然后建一个 switch。下面呢，这个 template 这个按钮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简化的一个代码。我们红外代码呢有几种标准，什么 NEC 啊、Panasonic 啊、LG 啊等等的标准。然后呢，这里边举例呢，给大家举了一个 NEC 的例子。据说 NEC 的例子 ，NEC 的红外代码呢可以兼容99%的电器，所以呢，我就在教程里面给大家介绍这个 NEC 的编码。NEC 编码呢分两部分，一个是 address， 一个是 command。它只需要这两部分就可以简单的
让你的发射头发送对应的代码，红外代码。好，那么我们怎么来替换这些红外代码呢？一个是 RAW 的，一个是 NEC 格式的，替换成你的遥控器按键。我们先点一下 Close， 然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 Show Logs， 点击这个查看日志。我们把屏幕留在这儿，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抓取红外代码。我们拿起这个遥控器，对准这个红外接收头，比如说我们摁 OK 确认键，摁一下，我们的芯片会亮一下灯，摁一下会亮一下灯。然后呢，我们电脑这边大家看，它会有一堆代码滚过去，一堆代码滚过去，这就是我们要的。怎么来看这些代码呢？我们回到电脑这边哈，大家看哈，从 LG 这边开始看。LG 呢是它一种标准，然后呢 LG 的数据是 data 等于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 n bits 等于32。我们不用 LG 的，也不用第三行的 JVC 的，我们用中间这个 NEC 的。还有底下这个 row， 我们先说这个 row 的。我们这个按键的 row 红外源码是这3个数字，我们把这3个数字呢复制过去。我们先把这几行啊都留在这个剪切板里，这4行先留下，一会儿备用。我们先把这个 row 复制下来，然后呢回到我们这个刚才这个节点这儿配置。大家看这个 row 啊，这个 row 很长，我们先把它删掉，因为很多电器它不一样。有的 row 呢就是很长，像现在这个代码呢就是我们家电视的开机代码，非常长。这么长呢也是可以工作的，很正常哈。然后这个机顶盒的 OK 键的 row 代码呢只有这三组数字，很简单。然后我把这个 turn off action 也改成这个，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如果你的开机和关机是分开的话，你可以把这2个分开的改。然后我们保存一下，这个 row 的部分呢就完成了。然后呢我们再看哈，底下有一个 NEC 的部分， NEC 呢分2部分，一个是 action， 一个是 address， 一个是 command。 我们回到 NEC 代码这看， address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我们把等于后面的值复制下来，替换这个值。因为它是开关机的键，所以呢开关机是同一个按键，我们把这2个都改成同样的值。然后呢 command 也是一样， command 这个值也复制下来，输入到 command 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点一下保存。如果呢你有很多个按键需要学习，一般来讲呢我们接入到 Home Assistant 只需要个别几个按键就可以了，比如说开机啊、关机啊、切换信号源、声音大小，不会有太多的按键。你需要用到的每一个按键，每一个按键的值都抓出来，就像刚才我给大家操作的一样，它会给你一些值。当然了，有一些按键是没有这些 JVC 啊、NEC 啊、LG 这些值的，但是呢它肯定会有这个 row， 所以大家要用这个 row 呢也是很方便的。然后保存之后呢，我们点一下左边这个上传按钮，它又会进行一次编译，然后呢把固件上传到我们这个 Node MCU 里边。这个时候你从你的苹果家庭里边或者 Home Assistant 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这个按钮来发送这个红外代码到我们的红外的设备了。好，那这期节目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